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0.93，收盘价是272.0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4.35，最低价是在261.8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也在前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9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开始下跌。我们来看看分时图。那下跌之后呢，下方是在262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股价是在低位开始震荡。那在接近午盘的时候呢，股价突然开始出现反弹的走势，一度呢是到达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附近，也就是上方在285附近。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又遇到了压力，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最后呢，收盘价是回到了开盘价的附近，但是在开盘价的上方，因此呢，收了一根小绿 K 线，并且呢，留下了长长的上下影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一根十字线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为叫做休息的 K 线，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根 K 线呢，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高开高走，会有反弹的走势。那一旦出现反弹的走势呢，就是站上5日均线值，然后呢去测试前高303。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把这根 K 线定义为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也是一根十字线。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低开低走，那很有可能会生成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将会出现一星二阴的一个下跌的动能。这样一个K 线组合的架构，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我们认为目前股价的目标就是要测试250。那一旦这个一星二阴的这个 K 线组合的架构形成，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那么目标将会是212。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信息的解读。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给出我们的判断。我们会看到近5个交易日、6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说明股价在这个位置跌深之后
是有大量买盘的跟进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连续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啊，那么在这个区域股价是很有可能有反弹的走势的。对，那么出现反弹的走势呢，那么目标我们认为就是要站上304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一个补充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然后呢收盘价会在302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收盘价会在278附近，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3月4日收盘价是在272.04，那股价是出现了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股价的下行啊，也就是收盘价点位啊，虽然是相差较大的，但是呢，在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上方都是在最高是在286附近，也就是遇到5日均线值遇压而出现的这样一个下跌。但是呢，收盘价的性质不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下跌呢，是在278，会在前低的附近或者上方，也就是没有跌破前面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前低，也就是说在收盘价点位上，这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67。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5日均线值是从277到283，那么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还有一个位置是304，也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交易日只有站上这两个位置，才有可能继续出现反弹的走势，才有可能站上之后的关键标志位而到达367，否则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跌的走势。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在到达367之前的首先要站上的两个标志位。好，367之后，第二个目标420，第三个目标是440。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39。目前在到达239之前，这根新生成的十字线或者止跌的信号 K 线，它的最低261，或者262将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还有一个强支撑就是这条趋势线和接下来交易日的焦点是在268附近，也就是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从268到262这个区域，将是第一个支撑位。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强支撑，就是整数关口250这个位置。那么这两个位置一旦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39的。这是第一个目标。那239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12，然后是182。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月5日开盘之后的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286附近，是我们测算是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会看到在3月4日盘中啊，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
好，那么到了3月5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271附近，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也就是在271这个位置。那或者说啊，整个这个小绿 K 线实体部分，因为它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小的一字线哈，也就是说开盘价和收盘价是接近的。这个小的实体部分这个区域是我们在3月5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股价能够在这个小实体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在跌破这个趋势线下方，也就是盘中在趋势线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生成一根大幅下跌的 K 线的，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271这个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对于多头，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那么获利目标是从302到300到309。那么在之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这个仓位目前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这个仓位呢，止损位是跌破了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之后，要即刻止损出场。而在3月4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272.04，跌破了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所以对这个仓位呢，我们之前给出的操作建议是要即刻止损出场。但是我们会看到，在3月4日又新生成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虽然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但是呢，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那么这个仓位继续持有，获利的目标就是从300这个位置，也就是从292到304这个位置，也就是从这根实体的中线，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到它的最高，也就是这个位置是目前继续保留这个强反弹仓位的获利目标。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遵守这个纪律而止损出场。那么接下来如果之前没有进场，那么在3月4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之前没有建仓，那么在这个位置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收盘价跌破了前面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呢我们没有出场的原因。但是如果之前已经有5%的仓位，那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对，好，那么我们再来延续继续向下说。那么第二个，我们如果之前没有建仓呢，在这个位置是可以5%初次建仓的。那么无论是之前的仓位和现在进场的仓位，那么这两个仓位的止损位，我们给出的位置是262，也就是守这个位置。好，那么这两个仓位的共同的获利目标都是292到304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77到283这个位置，这个区域。还有一个区域就是上方的300关口到304，也就是它要守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这两个位置呢，我们刚刚从这个
就是分析日后股价走势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两个位置呢也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两个强压力。好，那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7到284，它包括前高这根十字线的最高。第二个压力位是从300关口到304，第三个压力位是329，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同时它也是2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强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这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到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从262到268，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呢是255，也就是缺口的下沿到250整数关口，这个区域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是239。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出3月5日开盘之后我们的预测。那么今天我们给出的这两个可能呢，它是并列的，对，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第一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2，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8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5附近。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我们认为股价的收盘价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好，另外一个就是股价会继续下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0，下方最低会到达252，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257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跌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